好好开你的船吧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不过啊，司托，你只要能安全脱身，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我都想好了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把那批物资通通送到福利会去，看他们还说什么。哎，你跟妹妹是不是在宋庆龄福利会里边做义工啊？对呀，侬哪能晓得？上次我捐献物资的时候去福利会见过她，她跟我提过你。哎，我们的事情，她晓不晓得呀？那当然不晓得啦，个小丫头。好，我们的事情呢，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。这个嘛，你放心好了呀。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，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呀。哎，小芳啊，旧法院和旧社会局那边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？有新的线索吗？我找到一些宋孔公司囤建的卷宗，但都是大堆空头文件。唯一有用的就是一张官僚包庇官僚的条子，说当时查到了扬子公司，但不敢驱动。看来啊，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，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。但好在呢，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，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，应该没有那么难吧？这个条子是在5月11号，说明他们隐匿物资是在5月11号之后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抓紧速度了，越快越好。对了，卷宗里头还有一个大仓库的地址，大仓库我去了，现在是一家美商的联邦公司，他们号称是3月10号搬进去的，说之前的扬子公司已经搬走，他们还拉了几个外国公司的经理来帮他们作证。又把外国公司搬出来做挡箭牌，没关系，只要我们有证据、有线索，就可以啊继续的追查下去啊。哎，小七啊，你那边进展如何呀？先前去了孔祥熙名下的嘉陵大楼，还有他们的一个旧仓库，都是一无所获。后来呢，又去了汇丰大楼，得到了一本职员手册，还有就是利丰汽车公司的一些线索。但是很明显，敌人早就做好了要应对我们的准备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通过员工手册进行排查，大部分人都说了，不知道这些物资的去向。我们还在继续排查。对。啊，那就先把那些职员啊继续排查完。如果线索再次指向美商联邦公司，那我们就有切实的证据了。到时候我会请示陈市长再做进一步的指示。好，快吃吧，都凉了。好。洪老板，怎么还没到啊？按道理来说，早就应该到了。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来。已经延迟1周多了，我的工厂还等着这批原料开工呢。蒋介石在舟山出动的舰队啊，已经在长江口拦截了外国的货轮，还有汽船和机帆船。封锁长江口已成事实啊。据报告，这次国民党军直接开了炮，英国船只不得不退回香港。有英国军官已经向老蒋的做法提出了抗议。空袭、封锁、布雷，哼，国民党也就剩这3板斧了吗？没什么，他有他的张良计呀，我们有我们的过墙梯嘛。国民党真要布雷，粟裕那边可以先用土办法排雷。
怎么了？国民党又封锁了长江口，这个开工真是一波三折。好不容易解决了贷款和库存，现在刚买的原料又进不来，工人们都着急了。这封锁长江口岸可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事啊！别着急，总会渡过难关的。我们再一道想想看，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。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，总不见得再去找政府吧？政府已经很帮忙了，给了我们贷款，这搁在国民党政府连想都不能想。海外的朋友呢？找他们帮帮忙，让商船进来。都没有用了。国民党现在红了眼，连美国的船只都照样拦截。来，听音乐吧，放松一下。这是命运交响曲。这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、结构最恢宏、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。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，我想讲的是，只要初心不变，最终都会回到正轨上去的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问题一定可以解决。荣先生，曾副市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啊，不了，我还有别的事呢，说完就走。荣先生啊，现在国民党封锁了长江口，导致进口原料暂时运不进来，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啊。陈毅市长特意让我转告大家，苏伊司令员那边呢，正在及时的组织军事反击，所以啊，请各位企业家放心，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的。曾副市长，您真是带来了及时雨啊！另外啊，黄炎培先生他们受中央的委托，马上也要回来帮助建设上海。市政府呢准备设宴，和各界人士啊一起来欢迎他们，也邀请荣先生到时候赴宴。好，感谢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关心。黄老能来上海，真是大大的好事，我一定准时赴宴。好了，也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。感谢曾副市长，感谢。就在楼上。在我辞职以前，长丰公司就在这里办公。对，就是这儿。看来这个长丰公司早都搬走了。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地址。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带我们来这儿。你是我们排查的最后一个员工，眼看着这线索要断了，要不你再想想，关于长丰公司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？季干部，我知道的全都跟你们讲了。那没事了，谢谢你的积极配合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别灰心，我们再想想其他对策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线索呢。这办公室搬的倒是干净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自己之前贴的那个布告，市长总是反复强调，让我们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。
眼看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线索了，不如楼下到处问问，说不定能问出长风的新地址呢。好，走，试试看。老先生啊，您在这里修车修多长时间了呀10多年了，怎么了？我晓得有个长风公司，以前在这儿的，搬走了。我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吧？那啥呢呀？老先生，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，这个是我们的证件。共产党啊？对，共产党。我这个人呢，不爱管闲事。要是别人问，我才不理他呢。共产党不一样，共产党都是好人。是。这个长风公司啊，前一阵子就搬走了。听来修车的人说呀，好像搬到宝山路那边去了。宝山路。谢安农啊。谢谢老先生。宝山路。任之。哎，黄老，陈市长，欢迎归来。你这么忙还亲自来接，太客气了呀！整个上海都在盼着你回来。哎呀，黄老，我们这一别，怕有4年的光景了。有了，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。这时间过得真快呀！啊，身体还好？哎，蛮好。静武的事呢？啊，我晓得了，不提了。黄老，哎，静武同志是为了上海解放牺牲的，他是英雄。我们打算举办个仪式，把他的遗体骨灰移交给你。就不要搞特殊了，也不用单独搞什么仪式了，骨灰嘛，送到家里就好了。这是我希望的，我相信静武也是这么想，好吧？切了。您好，您知道有个长风公司吗？不知道。兰姐，兰姐，真是你啊！哎呦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呀，记得呀，季干部嘛。哎呀，特别漂亮啦！兰姐，这是我的同事。您好，我是方家和，季干部的同事。那好。你好，兰姐，哎呀，想问你件事儿，您知道有家长风公司吗？在宝山路的。哦，长风公司的张老板啊。哦，晓得的呀。在哪儿呢？哦，我带你们去啊。好。哎，侬不晓得啦，这整个恒丰里啊，就是张老板最有钱的啦。哎，你看，哦，就那台车，哦，那个就是他的车。张老板，二位是？您是张老板？我是姓张。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，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好的呀。你是在长风公司工作对吗？我以前确实是在长风公司的，最底层的员工，可大老板都跑了呀。我现在呢，就是做点小生意嘛，维持下生计。小车都坐上了，还说做小生意呢？我提醒一下你，张老板，宋孔两家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隐匿官僚资产，现在是没有申报的。我们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，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了，希望相关人员主动坦白。一旦被我们查出来的话，不光是物资要被没收，协助隐匿物资的人也是要坐牢的。晓得呀。是这样子啊，张老板，如果你要替长风公司隐瞒，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。但是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，说不定还算立功。我好心提醒你，
你要想清楚。我肯定是要立功的嘛。哦，对了，我家里啊，正好有长丰公司一个物资的账本，我愿意主动交给政府的。我可不想坐牢的。能带我们去取吗？哎，好，这边请。二位，我有车啊，我送你们回市政府啊。不用了，我们是有纪律的。哎，二位同志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只有这么一个账本，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。哎，季干部，按照这个账本的记录，长丰公司所有的物资都捐献了呀。上海那些慈善机构都在里边，包括宋庆龄先生创办的福利会、救济会，而且捐赠明细也都非常清晰了。是。还有啊，你看这个账本这么新，恐怕就是刚刚造假出来的吧？哎，同志，这就是长丰公司的账本，真实的账本啊！行了，张老板，这个账本呢，我们会带回去仔细查看，一旦有问题，随时回来找你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耍小花招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如果你要想逃跑的话，这些群众会监督你的。我不逃跑，不逃跑，我不走的，有他们监督我也走不掉的。慢走，二位啊。这里的群众也太可怕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哎，我到屋里向去好了。喜爸爸，吃饭。哎，回来了呀！啊，快过来吃。我买了猪头肉了，我屋里向去吃。你看看我们家囡囡，都瘦成什么样子啊！你好意思自己拿猪头肉回去炸？囡囡，拿来门口头讲啥么子啊？徐伯伯有礼物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徐爸爸。我买了眼猪头肉。拿坛子过来呀，阿兰。猪头肉啊！徐伯伯好啊。爸爸，你帮我弄弄。哎，小子，来。哇，那么多啊，徐爸爸。哎，好。好。哎呦，阿拉今朝介开心啊，像吸了只皮革子一样。是啊，笑得跟一朵花一样。你说的真准呀！我今天啊，给政府干了好事呢。做啥好事啊？你记得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季干部？哦，那个美女啊。他跟我打听啊，认不认识长丰公司的人，我帮他找到了呀。你们不知道，刚开始那个职员嘴还硬，不配合政府统治。后来呀，听说不但要没收物资，人还要坐牢的。然后啊，他就吓得赶紧去取账本去了。搿勿是阿拉报告浪向看到过好奖励的搿个事体伐？找政府要奖励了没有？什么奖励啊？哎呦，那个布告上不是贴着了吗？说什么检举官僚资本隐匿的，如果查属实，政府给奖励的呀。哎呦，我又不认识字的呀。哦。啊，我当时要是多问一句，是不是就有奖励了呀？肯定的喽。到了嘴边的鸭子，飞它了。哎呦，老徐，你可别阴阳怪气的。那个陈毅市长都帮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好事，我们给政府干点事，那叫礼尚往来。对的。哦，嘴巴这么说，心里指不定有多后悔呢。喜爸爸，吃饭。哎，老徐，你说我们两个啊，兜兜转转一大天，原来这坏人就在咱们里弄的边边上。对啊，就在我们旁边嘛。你们俩早知道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？啊，算了，你也没问啊。吃老许的肉。是要吃嘛，吃猪头肉。来吧，吃。英子，你看看这个捐赠目录啊。这儿，从这开始，这是给你们福利基金会的，你有印象吗？这些物资都有接收过，数量都对吗？数量好像没有这么多，对，肯定没有这么多。那你记不记得都是什么公司捐的？具体的数量是多少？这个我不太能记得清楚了，但是我有原始账本可以查一下。在哪？拿过来。好，我去找一下。
这个是6月10号开始。6月10号，面粉480袋，这15袋，大米差这么多。这些捐赠名目全都对得上，可是数量全都不对。这肯定是有人做假账。可是，为什么名目全都对得上呢？这些物资全都是我按照实际接收数量列表的，绝对不会有错。他们肯定是偷看了你的账本，然后根据你的账本做了一份假的账本。其实不奇怪，你们这人来人往这么多，一定要把账本看好了。好。曾副市长，你这么忙，你不要送我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送送你。哎呀，不要送，留步。我现在去拜访宋庆龄先生。啊，那好，那我就不远送了。好。黄伯伯，哎呀，真的是你啊！那你看，我没有失约啊，我答应过你在上海见面的，见了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在这见到您。哎，小季啊，原来你跟黄老认识啊？黄伯伯看我长大的。黄伯伯，上次在北平受您指教良多。哎，您还好吧？好，蛮好。哎，你怎么样？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啊，正好，我要给曾副市长汇报工作。有个问题，还真想请教您。好。这个是长丰公司的账本，我去福利院比对过，里面捐赠的项目名目全部都对，但是捐赠数量就对不上。那他这个数量是不是跟福利院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数量差了老高啊？是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这是官僚资本家们一贯用的手段。他们为什么造假呢？他们就是不让我们查出他们隐匿的那些物资。我们刚好有了这个账本，他们也没想到，这正好我们可以顺藤摸瓜，查一查他们的底细。我刚好把所有的数据都记下来了，还有捐赠公司的名称。好。我看这样好不好啊？你找一找给你账本的这个人，让他背一背这上面的名目，我想一定能查出问题来，好吧？哎，还是黄老这个办法好啊！哎，小季啊，那就这样办吧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谢谢黄伯伯。哪里，应该的。那我先走。好，慢走。好。哎，好，留步。黄伯伯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如果这个张老板死不认账，我们怎么办？那就把所有慈善机构的账本都找出来，跟他都对一遍。二位领导，司徒晓，你来市政府干什么？我是来招供的。你要招供什么？上次我交出的物资，确实只是一点点。我知道，那样做非常的不对。可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毕竟上面有个老板，我只能奉命行事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些事都是司徒晓那个孙子干的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你睁大眼睛再看一看，这2本账本，一本是你那天交给我的，这本是司徒晓交给我的，到底哪本是真的？
这么一套。我们已经查明了，你就是阎锡山在上海资产的管家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。我通知你，你被正式的拘捕了。你给人加个青菜。嗯，有青菜。陈市长，有收获吗？有大收获呀！坐下说，坐。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引进物资的成果。面粉1700多袋，机器零件2800余箱，机油900余桶，价值上百万美元。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2000多股。另外，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，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。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。好，巴适。是啊。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，比如司徒晓，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，也提供了不少证据，而且他是从犯，所以没有被判刑，只是被教育了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，我还是会持续关注。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，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，否则一有机会，他们就会兴风作乱。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，经过这一次的排查，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。所以，根据这个案例，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。好，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。
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。除了追查物资，防空袭也得齐头并进。我们空军力量薄弱，要发动群众，动员各街道，挖防空洞、打水井，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。好，我马上去布置。物资之于上海，如弹药之于战场。鉴于敌机频繁出动，为确保运输线路安全，命令华东军区高射机枪团工兵连赴沪宁县抢修铁路，保护列车。陈师长，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，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。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，串通消息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。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，又是封锁又是轰炸，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，不管什么车撞上了，都难保不出意外。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沪宁铁路，亲自指挥抢修铁路。另外，在内河航运方面啊，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，将来走长江没问题。但是在个别区域啊，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。我在想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私商，用民船前往浦口和南京运煤，先解决燃煤急缺的问题。只是这样一来啊，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，又要大做文章了。真的吧？沪宁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，要是被炸掉了，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两煤两荒了呀。他们刚收缴了官僚资本，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。哎呦，偌大个上海，那么一点点钱，管什么用呀？司徒，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？有些事情，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。那么好啊，侬告诉我，你到底要船做什么？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。没这么简单。那，这次不管我做什么，都不会牵连到你。这话讲的，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，大的业务还得请老板点头嘛。海上封锁之后，国际上的煤、原油运不进来了，沪宁线出事，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，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，走内河航线，运煤运粮。在上海，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，束手束脚。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，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，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。在商言商，这次讲好了，只谈船，其他的与你无关。江北矿的煤贵了，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。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，这次我以船入股，租金嘛不要了，我们同舟共济，好不啦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林老板，此次呢，我既去江北，
也要到皖北一趟，买些粮食回来。现在北市米价翻了1倍，煤价翻了2倍多，那原因嘛，你我都晓得的。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，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，包赚不赔。那我刚才讲要以船入股，好的。不过我们讲清楚啊，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，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。亚斯图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。这是联行的支票，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，钱和船我都给你了，这趟买卖我们1人1半，好不啦？要不还问问秦老板吧？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？这样，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，事不宜迟，农业尽快动身，好吧？就这么定了。今天怎么又涨价了？是什么价儿了？这比昨天涨太多了，根本就买不起。你说这粮价比昨天又贵了，这让人怎么过啊？又涨价了。卖粮了，卖粮了！大米、高粱米，都是好米啊！比昨天还贵啊！怎么又涨价了？啥人晓得啦？涨得介快。不让人活喽！新到的粮食，新到的大米、面粉、安南大米。这有煤。伙计，买点煤啊！我们这只卖大货，您这种按斤称的不卖，去别家看看吧啊！3个有啊，买个3个都不卖，就买你眼啊！不卖就不卖，哪那么多话呢？真是。喊什么？是。3号头啊，我到煤场去做生活，赚了眼煤，煤交到屋里向分一半啊。行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就是这家店，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，很多工厂都在减量管理。正常情况下，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货。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。所以你怀疑他们囤积货品？粮食的配送情况也差不多。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，400包面粉全部都卖空了，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。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，照这么下去，不出几天，上海市民很快又吃不着饭了。摁下葫芦浮起瓢，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，投机商又出来了。赶紧回去向2位市长报告吧，还得想想应对措施。是。这些个投机分子，你防是防不到的。我们只有集中物资，用充分的物资。打压物价，打压投机。可关键是，现在从哪里才能筹集到更多的物资啊？